Hello， 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影视剧选角几乎是个永恒的话题，有选成功的，当然就有选失败的。之前咱们聊过刚开始被骂惨，开播后惊艳的选角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刚开始被骂惨，开播后被骂得更惨的选角。开始正题之前，一太先考考大家，你最不能接受的魔鬼选角是哪位？给3秒钟时间思考一下。2000 years later。 好的，这个环节咱们先 pass。 最近大制作《第一炉香》上映，评分一直在 5.6 和 5.7 之间反复横跳，始终没能跨过及格的坎儿。老实说，这部影片的制作班底是放眼国际都不容小觑的超豪华团队，演员阵容同样耀眼，金马影后马思纯、俞飞鸿、彭于晏、张钧甯、梁洛施个个都是实力派。但是呢，这部大师团队保驾护航的重磅电影，从物料释出的那一刻，群嘲就从未停止。影片正式上映后，这些吐槽也没有丝毫反转。看看原著描写，你或许就能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愤怒了。他的眼睛长而媚，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。他比周杰杰还没有血色，连嘴唇都是苍白的，和石膏像一般。这是《第一炉香》中张爱玲分别对男女主的描写。然而这部电影的选角已经不是演技层面的问题了，而是从形象到气质与原著完全相反。一个陷入纸醉金迷、自甘堕落的交际花，一个醉生梦死、高冷孤绝的风流浪子，怎么都联系不到这两位身上。马思纯一脸正气，从头到脚写着根正苗红好女孩，与堕落无关，与风月不搭边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和男主肩勾肩背搭背的去搬砖。彭于晏更不用说了，他一身发达的腱子肉，皮肤黝黑，神情憨厚，比起原著中皮肤苍白、英俊潇洒的混血男主，他更适合演那个年代辛勤劳作的黄包车夫。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女主同框是什么画面。走，俺俩一块儿练练车去，换成健身教练吧，好像也不违和。说实话，这个糟心的选角还真不如张爱玲本人来演。张爱玲到底做错了什么啊？她的作品被糟蹋也不是1、2次了。去年3.1分的《情深缘起》改编自经典作品《半生缘》，讲述了一对被旧社会压迫的柔弱姐妹花，划重点是柔弱姐妹。而刘嘉玲和蒋欣走路带风，气场2.8米，完全是一对霸道彪悍的大姐大，一拳一个渣男称霸上海。上映一部《半生缘之极道风云》，55岁的刘嘉玲饰演一个落魄无奈、为生计奔波的风尘女子，磨皮太过导致面部失真、画面僵硬，却根本挡不住岁月的痕迹。更可怕的是，她在剧中扮演27岁的顾曼璐，对着只比自己大6岁的无冕老师叫妈，要多杠有多杠。编剧你出来，为什么这么恶搞我们刘嘉玲老师？38岁的蒋欣也没能好到哪儿去，她在影片里饰演一个20岁出头、勇敢追爱的青春少女，就是这体格简直能达到2个朱红才了。与孱弱带着天真气息的顾曼桢差别着实有点大。放开年龄问题不谈，刘嘉玲和蒋欣是完全没颜值没演技吗？分明是有的。可选角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，让2个大富大贵、一脸硬气的人去演命运悲剧的底层女性，这既是在浪费优秀演员，也是在伤害我们的眼睛。这种违和感是演员意识不到吗？显然不是。早在拍摄之时，蒋欣自己都说，我不可能演妹妹，会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而且万一不好，我一定会被吐槽吐得要死。可导演还是让他们演了。现在我终于悟了，原来剧组是想让我们感受世界的参差。同样是翻拍经典，同样是小说影视化，《盗墓笔记》也踩雷了。讲真，影视化这么多版，头一回遇到适配度为负的糟心主演。张起灵是人间看不见的角色，这是作者本人原话。而新出来的这位，别说人间角色了，原著粉看了都要昏过去的程度。历代张起灵的神仙角色有初代版杨洋铺垫在前，也有淡脸武生的萧玉良示范在后，唯独赵东泽这一版本，从颜值到气质再到演技，完全找不到可夸奖的亮点。这双过分瞪大的眼睛，呆滞无神，连葫芦娃的注视都比他有感情。说实话，现在观众的包容性很高，一般不涉及原则上的问题，都是抱着能看就看，不看拉倒的随缘心态。这版新出的云顶天宫之所以被槽这么狠，一方面是选角差、演技差，还有一方面是演员的素养问题。云顶刚开播时，无锡的演员白树就发了一篇免责声明，文绉绉写了一篇长短话，大意就是我知道我的演技烂，话先说在前头，你们可不准骂我。好家伙，遇事不决先认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自惭形秽无法超越前者，当初是为什么要接呢？
别说小演员无权决定剧本，倒比是个大 IP， 多少流量挤破头也抢不到的一番位置，说不想出圈绝对没人信，可得到了却又不知道珍惜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影视化的作品年年增多，毁原著的角色也越发离谱，一度烂到让人自戳双目。合理怀疑有些导演是闭着眼睛挑的演员吧。老实说，这个可能也不是没有，隔壁《天龙八部》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？在黄日华、胡军等前辈的演绎下，导演于荣光还是铁了心，不按套路出牌，给我们带来了一部不同凡响的《天龙八部》。杨佑宁饰演的乔峰，无论是造型还是气势，比起钟汉良那版还是更有感觉。可如果将黄日华以及胡军拉过来对比，那就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。白术饰演的段誉眼光木讷，并没有灵气，不是大理国见多识广、聪明伶俐的世子，而是一个愣头青。初次亮相，嘴巴就没停过，明明知道自己不会武功，却偏要惹是生非，仿佛在向所有人说：“你看我单不单纯？”也难怪会被观众吐槽，这不是段誉，这是贾宝玉。至于张天阳饰演的虚竹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面相偏老，没有辨识度。除了3位男主之外，文咏珊饰演的王语嫣也不够惊艳，这样的容貌比起阿朱、阿紫都不如，更不用说穆婉清了。当然，除了不好之外，也有可取的地方。至少在马夫人的选角上，朱珠的表现就非常到位，很符合角色的人设。但最终还是被不走心的改编坑惨了。不过被炒得最狠的还是天官赐福，直接连名字都改了，天官赐福改为吉星高照。不得不说，导演还蛮有先见之明，在剧组选角放了几次水之后，每一次传出来的演员照片都被粉丝们喷得体无完肤。于是到底谁来出演花城和谢莲，反反复复一直有不同的演员陪跑。直到爆出了天官赐福的演员路透剧照，我们才肯定了是由张凌赫饰演花城，翟嘉文饰演谢莲。只是这个路透真的很不 OK， 具体细节可以回顾一探往期视频。老实说，以他本来还想期待一下正片的，说不定会有反转，没想到还没看完路透，这部剧就被勒令停拍了，还流出导演跑路的传闻，据说是因为拍出来的效果不好，他不想让自己继续丢人了。后来又有消息爆出，天官赐福网剧没有备案，已经被勒令停拍。目前关注这部剧的有2部分人，一部分支持停拍，甚至希望永远别拍了，另一部分则是演员粉，他们一直在寻找证据，就为了证明停拍是谣言。这部剧还真是命途多舛啊！今年热播的《千古绝尘》也没能逃过被炒的命运，刚上线，男女主就被观众的口水洗礼了。周冬雨和徐凯都被吐槽得非常狠，除了演技均受到质疑之外，造型与身材也受到了质疑。很多网友都吐槽两人的形象与原著相比差别太大了。原著中上古上神是自带仙气的美女，但影片中的周冬雨真的是与仙女一词毫不沾边。她本身就不适合演古装，古装扮相有些违和，在剧中显得很拉垮。与女配角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像是丫鬟，小小的身板配上长长的戏服，看起来像是穿着大人衣服的小孩一样。小黄鸭答应我，下次选剧本一定要谨慎呀。除了周冬雨之外，徐凯也受到了很多吐槽。首先就是他的身材明显发福了，与《延禧攻略》时的颜值相差也太大了，加上他被网友吐槽像充电器的发饰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不过在选角、演技、剧情全方位拉垮的烂剧《长相守》面前，千古绝尘的失误都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冲着男主的颜值就直接劝退了，这又浓又厚的健美搭上欧式烟熏妆，黑而狭长的上下眼线，确定不是得罪化妆师？前刘海遮眼的现代造型，粉内到出水的嘟嘟唇，让人实在不忍心看第二眼。最可怕的是，原著小说里的描写是这样的：如玉似雪的少年，潋滟狭长的凤目，战国第一美男子。如玉似雪就是把脸糊几层粉，涂得比纸还白；狭长凤目就是把眼线掉到老长，欧式烟熏妆。导演是对第一美男有什么误解啊？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长相守》的女主毛晓慧将是最新一版《神雕侠侣》小龙女的演员。之前一款海报引起热议，服装造型动作无死角碰瓷刘亦菲。不仅如此，毛晓慧在《演员请就位》中扮演赵灵儿，因演技和角色适配度的问题引来群嘲，观众给出的评价非常中肯。毛晓慧五官端正英气，适合御姐女王类的角色，和古典仙气型的人物搭不上边儿，一味的模仿只会自取其辱。所以说，演员要想演好一部剧，还是要挑适合自己的角色，不贴脸还生搬硬套，只会增添观众的恶感。同样，过于出格的创新，脱离原著的设定，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。比如放飞自我的小笼包，也是一个万人迷沦为万人嘲的典型例子。
影视角色和个人形象360度大反差的。这里要点名早年时期的何润东，明明是实力派，偏要走偶像路线。比如这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一个人高马大的文弱书生，最终思念成疾，郁郁寡欢病死。怎么说呢？何润东就是一副健康壮硕，一拳能撂倒整个马家的强悍形象。对比这一版的马文才，才是将美强惨3个字发挥到了极致，甚至让观众一度怀疑祝英台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。还有《陆小凤传奇》里被严屹宽秒杀的西门吹雪，看到何润东会觉得他吹的不是雪，而是撞翻泰坦尼克号的死亡冰山。还有当年天雷滚滚的泡沫之下，俊美如冰冷的太阳神的霸道总裁欧辰。尽管何润东的演技弥补上了颜值上的不足，在剧粉看来属于可忍受的范畴，但对当年的骨灰级书迷而言，简直是毁掉了他们的青春回忆。同样不贴脸的还有他的情敌洛熙，当年被封为人间尤物的黄晓明，怎么看也和妖精般的美少年不搭边。据说洛熙的人物原型是当时韩国当红的李准基，很典型的阴柔美人。黄教主和原型的差距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不相干。话说回来，小说、影视化、选角和制作双双精良的标杆作品不是没有。早年金庸的作品拍成剧都是代代流传的经典，从选角到剧情至今未被超越。今年风靡一时的东宫用的也是2位不出名的演员，女主彭小苒既不是流量也不是资源咖，却能完美还原书中小风的形象。男主陈星旭更是坏的让人恨不起来，还有杨紫、邓伦的相蜜。凭良心说，2位主演的颜值算不上某某第一，但就是莫名的贴合角色，麻烦下次剧组选人用点心好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个关注，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